好，来看看，今天是给大伙儿来一个2020年年底最新的 FC 睡梦英雄的记录。这个游戏也是 FC 英雄当中为数不多啊，脑洞非常大、设计非常齐的一个游戏。这个游戏相当的有意思啊。它呢，很多人把它跟这个圣灵传说分不清楚，但是呢，这个游戏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这个咱们这个人物的设定呢是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可以什么呢？他可以这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就在梦里面拯救世界。而且呢，咱们这个设定你看，可以选择什么呢？就是通过自己这个喂啊，你可以喂掉这个。你可以喂这个小动物，咱们就可以这个变身成为它的这个能力。成为它的能力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搜集这个钥匙，然后用钥匙过关过关，大家伙儿知道吧？而且可以变身成为很多种小动物。而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，还跟大伙儿说一个就比较重要的，就是上次呢小狼解说的记录呢，并不是最快的，这一次呢咱们是快了整整29秒啊。作为一个 FC 游戏，29秒也意味着就是半分钟时间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桔梗皮啊，这个名字啊，好的，可以看到6把钥匙满了之后，就可以开门进屋啊，就可以开门进屋。好，进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如果是第2关的话就是第1关完事就睡醒了。这里面呢，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有这种幻想啊，就是小的时候大家伙也应该也有做梦的，有对吧？然后第2天上完课往这一跳一睡。直接就而且他这个脑洞大在哪儿呢？就你会发现，这个咱们是小孩啊，其实感觉好像比较弱的样子。但是呢，咱们喂这个糖吃之后呢，你像比如说这个大猩猩喂糖吃，就可以直接骑着它，也不是说变身成为它。你像这个大猩猩，咱们是可以变身，咱们可以骑着它控制它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你像刚才那个小青蛙、小跳蛙是吧这个可以用来爬树，爬到上面之后呢。搜集也是一样啊，很多人说这个游戏有没有 BOSS 啊？是当你打到最后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的，而且这里面呢，很多人说比较懵逼，不知道这个什么钥匙啊都在哪，怎么搜集这个事儿呢？就是当你玩了之后你就知道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小蜜蜂，咱们附体它啊，可以飞，可以看看啊，这个设定啊相当的狠。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 FC 游戏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。4把钥匙，每次过关还要不够，然后你要水里的话，还要再有水里有水里的这个这个动物啊。好，一个钥匙，最后1把钥匙了啊。这你钥匙收集不完全的话呢是没有用的，知道吧？好，连续往上跳，好，游下去。这个扔的话可以把这些怪物给卡住。但是我们看看，有的呢并不能变身啊，你不能变身成为它。但是呢，咱们是这个意思。最后1把钥匙吃到之后，费点血无所谓啊，因为咱们这个血量呢，这个是3滴血啊，所以无所谓。这个游戏而且游戏很长，甚至是什么呢，兄弟们啊，就是它有的时候吧，这个它梦里的这个景色啊，并不是像咱们这种，但是它虽然说没有那个赛博朋克那种感觉，但是都是那种非常奇妙的。像有的蘑菇特别大，有的它特别小，有的对吧？你像这一关看不看见？一上来就给你钥匙啊，这是在房子里面看不看见？然后这个咱们是真的变得很小，有点那种松鼠大作战的感觉，对吧？有没有那种松鼠大作战的感觉啊？我去海拉尔喝酒，中午喝1斤，晚上继续。那胡子哥也确实是猛。那该说不说啊，这个1斤啤酒，1斤白酒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今天都不想再喝酒，白酒我是真不行啊。好，该吃血点吃血啊，血是相当重要的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像不像那个什么啊？就是《兔宝宝历险记》，大家伙看过没有？《兔宝宝历险记》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这种感觉啊，当然是《兔宝宝历险记》第2部啊。大家伙如果要是没看过的话，有机会可以给大家伙播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维尼5S， 直接2手办卡啊！塔么说好，这太惨了，要屎了啊！该躲躲。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就是宁学喝酒醉，不学下棋心，对吧？
好，这里面的钥匙，如果你要没吃到的话，那不相当于过不了关了，是不是？最后一把钥匙，好的，只要这个列车开到了之后，咱们就可以直接过关啊。后面背着一个魔法棒，很多人说这没有 BOSS 啊，其实你没通过关，当你通关之后你就知道了啊。这个游戏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小的时候呢，我的朋友还真的有这么一个卡带，哎，他真有这么一个卡带啊，只是他不会玩而已。就包括玩那个西游记世界，俗称为 FC 西游记，我那个哥们儿他也不会通关，他玩到最后一关啊不会走迷宫，所以说导致内分泌微微有点失调啊。这关6个锁9把钥匙，你看有专业的啊。但你只要吃了6个，基本上就差不多啊。这个游戏的设定其实真的很完美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 FC 游戏，你像我跟大家伙说，忍者蛙、圣灵传说都是非常专业的啊。他把这个 FC 这个机制运用的非常完全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就是 FC 机制用的很完全，你不能说，你比如说咱们像现在，好了，你看每次他起床的时候吧，对吧？姿势都不一样，哪人说的话也不一样，我只是不认识啊。好，第4关。好，上来就给一把钥匙啊！你看有大猩猩，哎，这里面有海螺，看不见？哎，寄居螺，哎，可以倒栽葱，速度很快，还可以挖沙，还可以挖沙啊！变回来往上游，这个鱼，这个大嘴唇的鱼啊，有很多种变身的啊！你看，像这种小跳蛙啊，小跳龙也行，小跳蛙。然后呢，一个是小跳蛙，一个是你看那海螺，然后大猩猩，还有小蜜蜂，对吧？很多种变身能力的啊。黄金矿工好像是主机游戏吧 ？FC 有黄金矿工吗？我记得是没有吧？啊。好，这地方是一个隐藏，看见啊？都以为这地方走不了，其实就可以走。讲命的话呢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，因为咱们确实不需要。主要是速通，主要是吃钥匙啊。蝌蚪都有啊，人体小蝌蚪啊，在水里面这个挖也是非常快啊。好，海螺要挖沙啊，这个不挖沙肯定是吃不到的。好，还从底下走，小心那个刺儿啊。这里面这个蝌蚪，咱们只能把它打晕。好，一共5把钥匙啊，有的就是钥匙不一样啊。好的，不会走迷宫的话，其实可以看本视频。当然有很多人啊，他也可以做这个图的。其实有很多做攻略的这个玩家吧，他最狠的就是什么呢？他给你做这个攻略图、迷宫地图，他把那个完整地图啊，通过这种就是手段啊，就是直接 P 成一张大图，让你告诉你怎么走啊。好，可以看到每一关的这个提示人都不一样啊，引导人都不一样。这关又是这种感觉，我们看看。他不敢跳上去，生怕自己这个受伤。这关的血量应该是很值钱，或者说是他跳上去的时候有可能受到攻击，啊，对吧？受到攻击的话没有这个必要，也会浪费时间，不如等他一会儿。感觉这个小跳蛙好像就是肚子打人啊，这不就是那种啊，这不就是松鼠大作战的感觉吗？是不是？松鼠大作战2啊。我有好多赞，我要送给你。好的，我这个人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要脸的了。好的，扔2个糖，这个桃太郎丸子啊，小蜜蜂，然后直接飞。这个小蜜蜂背后还有针呢，看见哎，对，你看，我就说也有攻击手段，也是远距离的攻击嘛，投掷道具。但是为什么它这个针可以无限个啊？好。这点血无所谓，还是你看，就是4滴血啊。这模拟的这个蜜蜂的声音啊，有点白色的雪花点的感觉啊，没啥意思。好，直接飞上去。现在你塞2把钥匙，兄弟们啊。好，哎，就剩1点血了，好在前面有，该吃完还得回去。落下来。
这个猴子踩着盘子还能扔盘子，这个设定啊，也多少是有点东西。好，4把钥匙，有点东西。你看这是门，你看啊，咱们确实变小了，对吧？在梦里面咱们是变得非常小，走上来。好，还是刚才这种类型机关啊，掌握不好这个节奏。好，可以变成一个老鼠，这个老鼠还是上弦的老鼠，好像是吧？不是，手里拿着个大锤儿，这个锤儿呢是可以打那个什么的啊，可以打石头的啊，可以敲石块的。你看它能变成多少个这个人啊？你做多少种形态？所以说这个游戏不简单啊！而且刚才你也看到，一定要有小蜜蜂才能吃到这个老鼠。这可是个 FC 游戏，能画成这个样子，真不错啊，真不错。好，敲石，哎，可以敲石块啊，这多赖，你说啊？想法非常的好。7把钥匙，哇我去！好，再敲，直接上床上，哎，床就是，哎，这个床就是自己通关的门，你想想它这个设定，然后就醒了，真不错啊，确实是赖。好，又睡醒，这回都下地了，你看，每一次睡醒啊，离床越来越远，直接下地，赖不赖？好，第6关，咚。好，这关一上来是个小狼，但是为什么是个小绿狼啊？这为什么是个小绿狼？我真服了啊！好，这关你看这个梦就不一样了啊，这梦都能上天，你看不看见？哎，这能上天这关，这个房子是不是跟正常大小差不多大了？直接飞上天啊？怎么说？他们说。礼物安排，这个刹那哥也确实是给我狼送礼物啊，送我的小事儿。好，看看，就是直接有小蜜蜂上天，小蜜蜂能飞多高啊？都云彩都超过了啊，云彩都超过了。嘟。这个哎，这又是一个新的小紫蛙，看见？这是睡觉龙，这个眼睛跟没睁开似的啊。好，这回又往下跳了，开始啊！我想知道瞬间往下跳是不是会摔死？是男人就下100层。马龙，好，感谢我们的芳华兄啊，一手办卡。被绿了。昨日一家发大水，尼玛变成绿毛龟。好的。很多人说小狼钥匙呢，哎，看不看见啊？只要你飞过来就是钥匙啊。很多人说小狼这全程没有钥匙玩个屁啊，是不是走错了啊？来看看，直接过关。这回你看他站在床哪个地方啊？还是趴在床上啊？这太嘚了啊！这太嘚了，这个啊。怎么可能坠卡啊？咚！第7关，好，这关是个倒悬啊！你看这关是个倒着的，这不他把这个梦给你整的非常神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倒着的，就是说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你把这个东西想明白就好了啊，相当的屌。墩儿。钥匙第2把，哎呀，我感觉这个肚子就是个弹簧啊，对不对？小蜜蜂都不要了啊，他现在是不需要这个小蜜蜂，看来是啊，应该是吃完这个回去再吃吗？是的，没有，他选择直接跳上去了，小蜜蜂不要了，觉得小蜜蜂用处不大。好，但是这个机械老鼠拆砖块是要的啊，拆砖块哎，一定要打开。没有这个拆砖块啊，肯定是不行，只有他才能拆掉这个东西。落地，好，又是小蛙。小蛙呢是第一个可以变的人，
也是利用率最高的人啊，对吧？什么功能都有，但是还是要跳上来吃小蜜蜂。这个地方呢，由于咱们是倒悬啊，所以说你必须得有这个可以飞的东西啊，因为你踩不上去啊，对吧？粘墙也踩不上去，没办法。好，飞过来。游戏真的很可爱啊，你不觉得？就像这种可爱的游戏啊，当年我觉得做出来呢，不仅又有趣味性，还有智力性，甚至呢，这个还有这种探险这种隐藏要素啊，就这种感觉。好的，门底下有，直接7个钥匙，完事儿，直接过关啊。好啊，这个小男孩、小女孩俩人对话。说的什么嘛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有好多这个公司啊，也把这个汉化了。其实汉化我觉得挺好的，做游戏加点汉字又有什么呢？没什么的，对吧？啊，确实是没什么啊。好，来看看这哥们，一看好像不是什么好人的样子，感觉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是吧？啊。梦之王国被恶魔统治了。这叫程小信的这个，虽然说什么游戏都会玩啊，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有点研究啊，有点东西。不能打开就不行了。这个花生我一旦打开了之后啊，我可能就吃起来没完。好，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游戏啊，就很多人一直我是不是还是开篇说没有 BOSS？ 哎，别闹，有，而且咱们还要打。不是说光搜集就那么回事了啊！好，就是这个法杖，这地方能不能快进啊？就感觉不快进不行。他再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好的游戏啊，3大要素：第一，游戏设计的好，机制好，就是说白了好玩；第二，游戏的音乐灵魂；第三，游戏它的剧情。啊，丝丝入扣，入木3分，这3者呢排名不分先后，都很重要，大约占33.33333333333啊，就是1/3啊。好，来看看蓄力，它可以往后崩，你看呀，一扔，咱们现在这个已经有这武器了啊，睡梦龙，睡罗汉，好，小睡龙啊，哈哈。小睡龙可以粘墙往上走，看没见？它有这个特性啊。火炮有，但是呢，好多人给我火炮，我都忘了放在哪儿了，老嘚儿了啊。火炮是一个射击游戏吧，我记得啊。好的，好，来看看卡鲁肯，这是腾讯之王啊，腾讯王，还有王冠。蓄力啊，蓄力这个大子弹啊！但是咱们这个蓄力的这个东西是斜着打啊，直接打爆了。这企鹅有点绿呀，企鹅啊，有点东西的啊。好，看看接下来鳄鱼。感觉绿色的鳄鱼非常的那什么啊！利用这个特效背滑，看不看见？它有时候秀点操作啊，有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一定的失误。好，你看它能粘墙往上爬，这是这个睡梦龙的这个啊这个效果。那边还有个小跳蛙没吃，感觉这个睡梦龙就够了啊。我选肉体，小狼选什么？音乐好是灵魂啊，就是音乐可以不好是吗？我跟你说，音乐吧也不能说不好，音乐的牛逼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画龙点睛，知道吧？音乐的牛逼就是画龙点睛，就好比咱们玩那个隐形守护者，隐形守护者，我说句实在话，虽然说很多音乐都不是原创的，但是呢，不得不承认他这个游戏剧情的导演把这个给你插的啊，真的非常好。当然呢。音乐也包含那个游戏人物的配音，那也算是只要跟声音有关的啊，包括音效啊，这都算得上啊，都算得上。就是大家伙印象中非常深的，对吧？
我狼一说怒之铁拳，大家伙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毒，对吧？就这个就很屌。好的，刚才这个应该看起来有点像海底的生物，长得像一个扁扁的海那个就是偏口鱼，对吧？好，看看，我操，这个反跳很远啊，一屁崩回去的感觉。那小我狼瘦了，买的封闭真好啊。OK， 可以继续啊。哈哈哈。好了，就是反跳，从上面走的话有危险啊。咱们这个玩家操作的意识可以。好了，睡梦楼，跳过来。但是这个，哎，这个蝙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，直接就能走。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我没看懂啊，他其实可以不吃这个吧啊，但是他还是选择吃了，然后他不用刚才那个龙，然后选择直接用小蜜蜂，然后往回飞，啊，往回飞。然后老鼠，看这样啊，锤子老鼠，它既然给你锤子老鼠的，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有那个砖块啊，可以那个什么啊，对吧？但是咱们现在好的可以看到了，就这哥们儿啊，梦之世界已经被他给搞了，对吧？就是他，一会儿咱们看看怎么跟他搞啊。一提到三国志，我狼上来就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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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来看看，对，这就别崩了，跳就完事儿了啊。啊，这个怪物长得就一看就是一个，哎，他的性别好像不是公的，我实话实说啊。召唤的这哥们叫啥啊？这个 BOSS 看起来有卡这种视觉的无敌位的感觉啊，看。哎，直接打爆了，这就是最后的 BOSS 吗？不给力啊，老师啊，老师你怎么了，老师啊？直接炸了啊！这个 BOSS 来的这个 BOSS 啊，这是小狼哥们，大家别解释。好了，你这紫色的头发，你有一般公马一样的眼睛啊。通关了，确实很快啊，22分钟，不到30秒就通关了。真心是有点东西，他也说了啊，比之前那个最快的记录快了29秒钟，整半分钟的时间。你想想，这个破得很快啊。然后可以看到这国王什么公主的说：“哎呀，你就是一个小孩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小孩的话，啊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小孩的话，那么对吧？我可以招你为婿，对不对？玉帝哥哥，女王陛下。”好了，别说了，听不懂啊，听不懂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亲了，看没看见？直接亲了一口脑门啊！好了，最后就是这么个通关啊，见到了太阳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，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啊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